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中东的局势现在也影响到了原本计划好的川普访中行，因为川普呢在这个礼拜突然表示，他要把原定在3月底4月初的访中行程延后至少2周。川普说呢，因为他目前必须专注于处理伊朗局势，所以大概会在5-6周以内再展开他的亚洲行程，但是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日期。那外界也在想，是不是一旦这个日期又说死了，万一又往后延，那岂不是没面子嘛？好，南华早报也指出啊，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反复无常非常的不高兴。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成浩分析说呢，川普对于延迟访华的理由一变再变。一开始把这个延期跟中方是不是要愿意帮忙护航荷姆斯海峡挂钩在一起，甚至还公开威胁他不去中国大陆访中了。那后来呢又改口，说纯粹是会议后勤安排出了问题。好，但是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啊，很可能会让北京高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内部现在的协调已经陷入了彻底混乱。问题来了，就是川普的访中这个行程啊，他的理由是一变再变啊。如果站在谈判策略的角度来看，最近也有人说，这会不会是一个想要垫高一些谈判手马的手段呢？老师，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没这么复杂，就这么单纯。因为现在伊朗里面，对，因为基本上因为川普这个人是随性的嘛，他很率性的讲话说，我叫你们来护航，你不来以后我就不见你了啊，我这个可以延后，对，随便讲。所以你如果把川普的讲话每都当真，说哎呀你内部混乱啊，你是太不了解川普了啊。他的人就像讲，他没有很当真。没有很当真的，所以你说是策略性的什么垫高，那是中国大陆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川普，就我觉得没那么复杂。那复杂，那你说这时候去，那当然这时候不好去嘛。比如说中国的支持上，他是支持伊朗的啊，他说这挺伊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你说川普他到见了习近平，第一个那然后习近平看他们怎么谈这个战争呢？啊，那么是川普要伊朗要中国，你说你是劝伊朗呢，还是中国告诉川普说你不要打啦？到底这讲大家都有尴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晓得国际政治上的事情啊，一向都是有排挤效用。就哪一个事件忽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以后，另外事件既然就被排挤下去，所以人的注意力啊是稀有资源。那我们现在全世界，你看每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大部分时间都还在谈伊朗，对不对？你不谈伊朗谈了多久？他打3个礼拜，你谈3个礼拜；他谈4个礼拜，你谈4个礼拜。对。你哪有精神去想说好好规划一下美中之间的谈些什么问题啊？那么怎么规划啊？那么这世界局势或怎么样？那既然没有时间来谈，然后你的行程缩短，你的议程不断的缩减，然后达成的效用有限。那这时候就不如不见嘛。确实，大家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中东。对，没有准备好就不要看了嘛，就不要来嘛。对，就不要来。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很生气吗？我说如果真的生气也是装的了，因为那时候来他才会很生气，因为来的时候你没把我当一回事儿，那就算吧，那就延后吧。延后就是说，那延后以后等到他打完。好，你刚刚也问了问题，那什么时候会停呢？那当然，有些学者讲法就是说，要看看哪边武器用得完嘛，啊，武器用完了就停。那还有人在讲法，美国内部事实上有3派的辩论，对，有一派是说根本找个理由就停了吧，啊，要不然会影响到后面。几派的辩论，所以你说川普能不能决定呢？川普也还没决定，他也还在想，对不对？那你说，所以才说延了4周呢，还是5周、6周呢？不一定，不讲死。等他真的去了，好，战争一定已经打完了嘛。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请教老师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说，美国内部的协调真的是陷入一个彻底混乱嘛？因为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啊，这个反恐中心负责人他就辞职，对，就是他们内部针对于伊朗的行动。他看法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的内部有分裂，像 MAGA 内部也分裂嘛，有很多人不同赞成。你说新保守主义贾拉汉参议员这一派啊，或者班农这一派啊，或者说原来的像怀尔斯，像他幕僚长的，他们3个就是3个不同的意见，所以才叫辩论嘛。啊，那辩论等不等于混乱呢？因为每个政策执行都有辩论啊，那所以后面混乱要看川普最后的决策，所以哪一天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决定了要去的话，那中国大陆一定想说，那你现在延后了，你要拿什么东西更好的成果出来？对，那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现在往后延啊，但中美双方在这段往后延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期一直是改来改去啊，你看川普的这个口吻呢一再的改变。那当然，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因为白宫方面呢
迟迟不提供川普的议程细节啊，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可能会达成的协议。那这部分恐怕又会有一些变数，让大陆方面的相关的官员感到无奈啊。美国商界的领袖则表示说，目前为止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自己会被邀请啊，跟着川普，那到接下来跟着他一起去中国大陆访问。好，我们回顾2025年10月份在韩国当时的川习会，双方曾经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战停火协议，中方增加了对美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的采购，美方呢也放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但在今年呢，美方却针对中方连续启动了2项301调查，而中方商务部也立刻敦促美方应该纠正错误的做法，中方也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那这些冲突呢，是不是也都替今年的川习会蒙上阴影？还记得吗？川普本来说今年他至少就是美国这边呢讲说至少有4次的川习会，但没有想到第一次本来是在3月底4月初就要如期登场的，现在却造成了难产。这段时间中美双方各自要赶快再准备的内容，陆老师怎么看？两边上个礼拜在这个欧洲谈了。何立峰跟这个 Bessenter 对贸易的议题，结果谈不出没有什么，所以他是说有建设性的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的成果。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边对于贸易的议题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在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宣判这个川普的关税无效以后，那美国又启动了301的这个调查，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非常的不高兴，那你又等于在破坏两边的一个过去的维持的这个和谐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呢，川普他根本不能在这时候去啊，因为你现在你在伊朗的战事焦灼，那如果你出国跑去跟你的战略竞争对手来握手，你要谈什么呢？贸易也没有进展，然后你又不是很风光的去，你现在一个泥淖里，那当然川普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中国访问。那中国当然也理解这样情况，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跟美国谈的话，那中国会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一方。对川普来讲，这不是他所希望。对啊，那从他的书里面，我们知道《The Art of the Deal》里面，我们就看出来，他最喜欢极限施压。就像刚刚刘老师讲，他在出门前一刻发现，今天这个盘对我不利，我就不去了。这个交易对我完全没有好处，那我现在去中国做什么呢？我到现在根本没有跟他谈成任何交易。那我希望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希望他金融市场开放希望他这个取消这个补贴国企，好像一样也没有做成。那他还是继续买我的大豆买我的这农产品。那我们就要维持这样子嘛，就先想好了，等伊朗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跟中国要谈他的贸易议题。了解，刘老师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演变不在川普预先想好的剧本里绝对是的。他哪里晓得伊朗战争又打成这个样子？变调的音符，原本以为可以速速解决他也许把事情想太简，就有2种了。一般来讲，有的人说这领导人做决策错了，就是旁边的人给的资讯错。另外就是他自己。那川普的一向的标榜就是他自己。我的什么就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了。对，而且尤其除了川普以外，我们还得注意另外一个人纳坦雅胡这个纳坦雅胡的角色在当中也是颇耐人寻味。好，那么法新社有分析的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川习会呢，川普延迟了这个川习会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伊朗冲突的牵制，因为呢，川普现在很难明确表达这个伊朗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面对这个传统的盟友都不愿意表达支持最近当然有了这个6国的联合声明，不过看完之后也觉得好像在打太极拳。好，所以川普呢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很可能需要一场外交胜利。那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位专家叫做阿里韦恩，他就分析了伊朗战事。他说，这场本意是为了威慑北京的美国武力展示，到头来却反而戳破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象。因为呢，靠着美国无法独自让这个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所以华盛顿现在需要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北京，来帮他处理这场自导自演的危机。这样听起来似乎在筹码上中方略多，是这样吗？我想大家不要什么事情都是解释是要对着中国大陆，你知道，尤其是在台湾的所有媒体或者分析者，这样样事情，这个天下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对着北京的所有阴谋，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今天真正在川普上最大的压力，要知道，其中选举选不好，
他就跛脚了。是，所以呢，11月第一个礼拜三，也就是11月30日啊，有435位啊众议员要改选，1/3的参议员要改选，34个州长这要改选。然后呢，假如你把 Vermont 跟 New Hampshire 那2年任期的州长再算上，36个州长，对不起啊，这个就跟这个下次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大洗牌啊，他一定要决定。但是不要忘记，2月28号中东开打，3月4号众议员选举开跑。对，他现在啊，我的了解啊，这个北京啊，就是说所有驻美的这个人力以及去花了钱去雇这些政治公司，都在估这个选情，因为这个选情同样川普也在看，所以呢，他今天啊，所有今天要谈的经济的交易，无论是在这个叫做华盛顿州的跟波音有关的，还有他这个下游的厂商这样联系，还有那些就是种大豆的各州，7月份大豆要熟了，你一定要在那个熟了之前就把它这个就是说敲定，要不然他仓储去年已经搞了一次这个飞机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会随着这个选情，假如转趋不利，他的焦躁感会更低。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刚才骆老师有讲到了，贝森特跟何立峰这边谈，在 OECD 玩，然后 OECD 出来，贝森特一出来，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到我的了解，这个说你缓一点来，其实是北京建议的，所以贝森特如获至宝，所以他那个碰到就是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对不起，这跟这个叫做北京那个叫北京派船没派船没有什么关系，立刻撇了。这个我的了解，假如他要延迟，只是如何，就干脆顺势是吧？就是顺势。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究竟是这个川普那边，川普这个人嘴巴上从不饶人，每次都觉得好像他主控大局，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些所有峰会有下面这12个字的原则：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今年本来就要见4次面，你要的是风风光光来这边收获经济成果，去挽救你的其中选举的选情。因为现在各个这个所有的政治推估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可能惨败。对。惨败，后面2年他干总统也没什么意思了。没错，而且甚至有可能会面临被弹劾的这个风险。对，而且你要知道，他在那边万一众议院那边不合作，那个很多法案不能过，那后面根本就没有戏上。对，所以他现在是如热锅上蚂蚁，只是这个人从来不示弱。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今天要分析，大家都觉得好像美国现在在对的，你不知道美国现在是我们知道龙虾换壳的时候是最脆弱的，现在面临其中选情的变化。对，这个北京的做情报的不是傻瓜，做分析的也不是傻瓜，现在全部都看这些，尤其那几个跟中国大陆贸易的那几个州的选情是最重要的。假如那些这个一下翻盘，那就是真的毁了选举啊，真的是对川普来讲，此刻当下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一看呢，我还要再提醒一个，对我们而言呢，就是王毅跟卢比欧谈的那个线，就是军售。他们一直在军售之中，美国到那个地方，就我们都知道他在谈，对不对？你每次就端出来6项保证，但是6项保证呢，我还是要重复一下英文。6项保证说我们不会谈军售是 has not agreed to，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谈，他没有讲说 we will never we will not。也就是说，没有保证以后是继续保证的，就是说，只是跟你讲，我们保证这一次之前我们没有谈。对，所以大家我多少年，我觉得我们研究美国政治，尤其国内的很多事情，大家畏于去讲说那个6项保证根本有4项根本就不能算数，只有2项你还可以勉强相信。现在对川普来讲，其实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个台阶下，而且要体面的下台阶。所以呢。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他的最新说法，强调说，日后维系荷姆斯海峡安全的责任，应该是由仰赖这条航道的国家扛起来。也强调呢，美国用不着荷姆斯，所以呢不必负责来巡逻跟保卫。正好印证了刚才金哥先预期的这个，要美军要来护航，恐怕机会还真是小。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